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谭松韵、侯明昊、逍遥成开年黑马，中视奇幻撕开仙侠剧新赛道。2026开年，古装奇幻剧《逍遥》凭零宣发实现口碑收视双爆。谭松韵、侯明昊演绎跨三世宿命爱恋，徐纪周导演以中式童话美学加单元案叙事，打破仙侠剧同质化困局。首播收视破1.2%，双平台热度破8000，成为年末荧屏最大黑马。在跨年晚会与流量大剧的多重夹击下，由谭松韵、侯明昊领衔主演，赵丽颖特别出演的《逍遥》于2025年12月27日悄然开播。没有盛大的开播盛典，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炒作，这部登陆央视8套加爱奇艺、优酷双平台的古装奇幻剧，却凭借过硬的内容质感实现逆势突围，首播收视便破1.2%，双平台热度持续突破8000，被观众誉为2026开年最惊喜的中式奇幻佳作，用口碑浇灌出了属于自己的荧屏天地。逍遥最直观的惊艳在于跳出了仙侠剧千篇一律的仙雾缭绕审美，以中式童话美学为基底，打造了一个既充满奇幻想象又扎根东方韵味的独特世界，让观众眼前一亮。导演徐纪周团队远赴多地实景取景，将自然山川的野趣与中式古典元素深度融合，勾勒出独树一帜的视觉体系。万妖谷的入口藏着石狮子镇宅的中式巧思，逍遥的小屋窗棂是蜻蜓翅膀的灵动形态，小妖们的学堂课桌衣妖怪属性量身打造，就连纱窗的纹路都藏着自然野趣。烟虚境的绚烂花海与破败屋宇形成强烈视觉反差，将幻境皆由新生的设定具象化。剧中的服化道也尽显匠心，侯明昊饰演的红叶银发赤瞳的妖王造型，霸气中带着破碎感。谭松韵的造型随角色身份切换，从市井少女的灵动不羁到宁安公主的清冷华服，细节处贴合人物性格。赵丽颖特别出演的醉梦仙君一袭白衣，惊鸿一瞥便定革命场面。电影级的特效则让这份美学落地，小妖幻化、法术对决的画面自然流畅，不悬浮不突兀，让观众沉浸式走入这场中式奇幻冒险。逍遥的出圈更在于其叙事结构的大胆创新，打破了传统仙侠剧三生三世纯虐恋一路升级打怪的套路，以莫比乌斯环式的跨时空宿命为主线，搭配单元案件的支线叙事，让剧情既有悬念张力又有深度厚度，追剧体验层层递进。主线故事构建了3重时空的反转魅力，现代市井少女逍遥唤醒沉睡百年的妖王红叶，揭开第1重宿命他是前世与红叶大婚惨死的宁安公主。而随着剧情推进，第2重反转更具冲击力。万年前的时空里，逍遥是统御一方的大妖，红叶却是孱弱人类，强弱身份的颠覆性对调，让宿命2字充满了无常与深意，也让两人的爱恋超越了简单的爱恨纠缠。这种叙事方式让三生三世的设定不再是虐恋的工具，而是成为角色成长与情感深化的底色。同时，剧集以单元案为叙事枢纽，解锁了多样的剧情风格。迷雾森林单元融入悬疑探案元素，6具女尸的谜团牵引出斩妖者与妖魔的身份反转。烟虚境单元带着中式恐怖的密室逃脱感，将人性的欲望与执念具象化。单元案不仅让剧情节奏张弛有度，更让故事的内核不断延伸，从单纯的男女主爱恋，拓展到对人妖共存、正邪界定的思考，让剧集的叙事维度愈发丰富。一部好的作品，终究要靠鲜活的人物立住，而逍遥的成功，正是塑造了一群不被标签化的立体角色，打破了仙侠剧的人设套路，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谭松韵首次挑战仙侠题材，变异人分饰多面，将逍遥的多个人生阶段演绎的层次分明。现代的她是爱财的市井少女，机灵通透，不恋爱脑，直言拒绝做任何人的替身。前世的宁安公主清冷决绝，背负着人妖两族的纷争；万年前的大妖则带着睥睨天下的霸气，眼神戏极具张力，彻底打破了观众对她的甜妹固有印象。侯明昊则将妖王红叶的反差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是银发赤瞳、法力无边的万妖之王，却也有灵力尽失后的倔强，有被逍遥撩拨后的无措，更有背负百年执念的脆弱。霸气与温柔交织，破碎与坚定并存，让这个角色跳出了美强惨的符号化设定，变得有血有肉。配角们也并非主线的工具人，汪铎饰演的秉烛大人，看似风光的斩妖使头头，实则被下属掣肘，被任务裹挟，有着自己的身不由己。陈星海饰演的吃阿离，从杀人如麻的复仇者到悬壶济世的医者，完成了震撼的人性蜕变。就连赵丽颖特别出演的岁梦仙君，虽戏份不多，却将执念成魔的复杂心境演绎得入木三分，成为推动剧情的关键伏笔。逍遥的深度在于其跳出了仙侠剧谈情说爱为主的前层表达，以逍遥为核心命题，用仙侠的外壳装下了对人性、欲望与选择的深刻思考，让剧集在娱乐之外更有值得咀嚼的内涵。剧名逍遥并非简单的潇洒自在，而是对挣脱欲望枷锁、坚守本心自由的诠释，这一内核贯穿全剧。剧中的玉里全是欲望的具象化象征，它能颠倒命途，引发人妖两族的万年纷争。有人为他争权夺利，有人为他献祭同伴，有人为他执念成魔。烟虚境的幻境更是人性的照妖镜，官家少女为争名额不择手段，纯真的花妖因不甘被忽视而黑化，道貌岸然的仙君因执念堕入魔道。这些情节将人性的贪婪、不甘、恐惧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主角逍遥与红叶则用行动诠释了逍遥的真正含义。逍遥身为半妖，始终不被人妖的偏见裹挟，对人族与妖族皆怀善意。在幻境中众人被欲望迷失时，他独守本心，只为救人。红叶放下百年仇恨，与逍遥携手寻找共存之路。两人在纷争与考验中，始终坚守着爱与善良，最终实现了内心的成名与自由。导演徐纪周将其擅长的人性博弈融入奇幻故事，打破了人善妖恶的刻板印象，告诉观众正邪从非绝对，人心的选择才是根本。这种对现实人性的映射与思考，让逍遥不再是一部单纯的奇幻偶像剧，而是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也让观众在追剧之余产生对自我与生活的思考。逍遥的走红更是给浮躁的影视行业上了生动的一课。在流量营销当道的时代，好内容永远是最好的名片。这部剧开播前近乎零宣发，没有热搜预热，没有明星花式宣传，却在跨年档的激烈竞争中，凭借观众的自发安利，实现口碑发酵，成为自来水浇灌出的收视黑马。社交平台上，观众主动剪辑剧中的名场面，解读时空伏笔，热议角色成长。谭松韵逍遥眼神系侯明昊红叶破碎感逍遥的中式美学绝了等话题被网友自发推上热搜，大家为逍遥与红叶的跨时空爱恋落泪，为单元案的人性反转唏嘘，为剧集的中式美学惊艳，更被其深层的内核打动。这种由内容驱动的口碑传播，远比铺天盖地的营销更有力量，也让逍遥的热度更具持续性。从美学到叙事，从人设到内核，逍遥用全方位的创新，为古装奇幻剧赛道提供了新的思路，也证明了只要沉下心来打磨作品，拒绝套路与敷衍，好内容终会被观众看见。
如今剧集的故事仍在继续，逍遥与红叶的跨时空爱恋将走向何方？百年大婚的背叛真相究竟是什么？万妖谷与人间的纷争能否化解，都让观众翘首以盼。你被逍遥中的哪个名场面惊艳到了？最喜欢谭松韵、侯明昊演绎的哪一段对手戏？评论区聊聊你的追剧感受吧。